第151章半神的评价。书中世界里，克莱恩刚浮现于城外偏僻处，就立刻拿出之前残余的暗红泥土，捡起一根枯枝，用捕杖法寻找起图坦西斯20木乃伊。他这是担心那具被称为诅咒化身的木乃伊伤害到此地的居民。虽然书中世界不乏序列5的准强者，图坦西斯20木乃伊又失去了阿兹克铜哨的刺激，处于浑噩状态，缺少行动力，但他生前是半神半人的非凡者，死后尸体演化出的诅咒肯定不一般。就连克莱恩自己，若没有沙伦小姐给予的防诅咒黄金珠，都不太敢于靠近。当然，克莱恩也是衡量过才决定利用格罗塞尔游记盗取图坦西斯20木乃伊的。他之前的几次经历和别人的遭遇都证明着一件事情：外来者进入书中世界时，不会直接出现于本地居民面前，必须探索才能相遇，第一次时尤其如此。所以克莱恩相信图坦西斯20木乃伊应该是被弄到了哪个无人的地方，而以这活尸的状态，大概率会在附近打转，很难像人类、精灵、巨人一样自主的往不同方向探索。也就是说，只要时间不拖得太久，应该不会造成什么损失。而从克莱恩涂抹含血污泥到游记封皮时算起，才过了2-3分钟。依循着捕杖指出的方向，克莱恩以飞行的姿态往附近一座山峰赶去。很快，他看见了一处山谷。就在这时，缠绕满黄褐色布条，沾染有暗红液体，脸戴金底彩纹面具的图坦西斯20木乃伊出现了。他喉咙里发出不似人类的声音，大步狂奔着冲了过来，周围的空气随之变得暗淡。与此同时，整个山谷内好几具残缺的动物尸体也掀开了掩盖自己的泥土，动作艰难地靠向克莱恩。以阿兹克铜哨加固着灵体的克莱恩顿时喝了一声，真够热情的。他不慌不忙丢掉了那根枯枝，拿起了一团深黑色的事物。这是他之前从变异版蠕动的饥饿内释放的那个安魂石的非凡特性，核心位置有纯粹光点，整体就像缀着繁星的夜幕。无形的波动不太顺畅的散逸开来，四周豁然暗化，仿佛一下来到了深夜。宁静安详的感觉伴随点点星光降临了。那几具残缺的动物尸体先是呆滞，旋即倒了下去，重归于沉眠。图坦西斯20木乃伊也放缓了步伐，动作越来越慢，但始终没有重新躺下。直接用非凡特性果然发挥不了太好的效果，而且负面影响也不低。克莱恩忍不住抬起左手捂住嘴巴，打了个哈欠。他随即让蠕动的饥饿变得苍白，染上些许阴绿，直接用活尸的能力操纵起对面的王者。两种非凡效果的叠加，终于让图坦西斯20木乃伊安静了下来。眼窝处镶嵌着2颗黑色宝石的他缓步来到克莱恩旁边，无声势力，就仿佛最专业的男仆。可惜有诅咒，克莱恩当即从自己灵体内部拿出了一颗很有古代高地王国风格的黄金珠子，上面多有深刻的蓝绿色花纹。这来自沙伦，专为图坦西斯20木乃伊准备，能有效压制和消弭诅咒，否则这位怨魂小姐怎么敢打法老木乃伊的主意？把玩了下黄金珠子，克莱恩让图坦西斯20木乃伊主动张开了嘴巴，然后从面具的嘴缝处将那件物品塞了进去。也就是2-3秒的功夫，周围的暗淡消失了。做完这一切，他上前一步，以灵体的姿态附身于图坦西斯20木乃伊，接着毫不犹豫结束掉召唤，返回了灰雾之上。这木乃伊已经成为属于他的活尸，可以像之前的密偶塞尼奥尔一样，以这种方式带出，无需强行容纳于体内。经过一番赐予，图坦西斯20木乃伊这富含灵性的材料回到了现实世界，回到了廉价旅馆的房间内。克莱恩处理好相应的痕迹，探出右手就要抓住木乃伊的肩膀，带着他传送回沙伦和马里奇所在的2居室房屋。看了看那略显油污的黄褐色布条，看了看上面的暗红液体，克莱恩默默又缩回了右手，改用了戴着手套的左掌。他的左掌捏住木乃伊的肩膀后，立刻变得透明，并将这种趋势飞快蔓延至整个身体。仅仅一个闪烁，克莱恩携木乃伊回到了之前那个房间。他没急着开门将结果呈现给沙伦小姐或马里奇，反倒掏出金壳怀表，按开看了一眼。还有36秒到5分钟，克莱恩让图坦西斯20木乃伊拉开一张椅子，自己悠闲地坐了上去。等了一阵，他终于听见了敲门声。进来，克莱恩一边微笑回应，一边操纵图坦西斯20木乃伊迎了过去。房门吱呀一声打开，沙伦或马里奇眼中同时映出了戴着金底彩纹面具。
缠满黄褐色布条的干瘦身影。这身影眼窝处的黑色宝石闪烁了一下，然后麻溜的躺到了地上，摆好了姿势。一时之间，沙伦和马里奇竟不知该说点什么。早已用灵性之墙隔离好阿兹克铜哨的克莱恩解除了对活尸的控制，笑着指了指那具躺好的木乃伊道：“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事情了，而我导演的戏剧圆满落幕了。”克莱恩于心中感慨了一句，静静体验着直观可见的魔药快速消化，这让他觉得也许不用到年底，提前2个月甚至3个月，自己就能考虑晋升半神半人的问题了，并且借助这次的消化，他能操纵的密偶数目终于提升到了2个，极限距离可以达到200米。面对灵体强度处于同一层次的敌人时，初步控制目标和将对方彻底转化为傀儡的时间分别缩短为10秒和2分半钟，范围扩大为10米。真的成功了！马里奇目光发直的看着那具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难以遏制的低语出声。他完全无法想象这怎么能够成功。夏洛克·莫里亚蒂竟然在4位半神连同2件可怕封印物的面前，成功盗取走了他们争夺的事物。而且这位先生刚才还空着手，难道这木乃伊自己把自己给送过来了？沙伦蔚蓝的眼眸内情绪深藏，一片平静，专注的打量起这次的目标，确认那确实是法老木乃伊，确实是图坦西斯2世后，他的视线移向了敲脚坐着的夏洛克·莫里亚蒂，嘴唇轻启，闭了一下。沙伦开口说道：“谢谢，相应的报酬我会用寄信的方式给你，祝你，你们之后一切顺利。”克莱恩由衷的回应道。他旋即无声的感慨了几句，如果沙伦小姐能成功晋升序列4，那就意味着我多了一个半神层次的帮手。大吃货帝国的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半神层次的朋友当然是越多越好，我们塔罗会就是要把朋友发展的多多的，把敌人变得少少的。不过我的敌人好像也是在不断的增多。想到这里，克莱恩又叮嘱了一句，小心被追索。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有太多的物品留在鲁恩军方那边，很容易被非凡手段锁定，而克莱恩的纸人天使干扰能维持的时间相当有限。当然他相信沙伦小姐或马里奇肯定是有准备的，否则也不会想着盗取那法老木乃伊。同样的，他也相信对方能处理好灰铁面具、特制烟花的来历问题。如果是达尼兹，多半会对我说，我没想过这些事情。克莱恩拿某失败猎人做了个对比。沙伦点了下头，表示会注意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将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转化为了自己的活尸，带着他进入了灵界。感谢你的帮助。留在房间内的马里奇吐了口气，收敛住纷涌的各种情绪，向夏洛克·莫里亚蒂行了一礼。紧接着他退出房间，除去伪装，融入了东区来来往往的人潮里。这个过程中，穿着黑色正装戴着半高礼帽的克莱恩始终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他们离开。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身影也消失不见了。普利兹港附近的一个房间内，戴着面具有着金色眼眸的鲁恩军方半神推门而入，对自己的同伴那位穿晚礼服的女士道：“暂时没有任何收获，这很正常，如果不是有一定的把握，那个神秘人不会来盗取图坦西斯2世的木乃伊。”晚礼服女士沉声说道。不过我们可以把调查范围放宽，那个烟花，那张面具，那身衣服，那种挑衅式的行礼，应该都能查出点什么。他确定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的丢失不是玫瑰学派那2位半神做的，如果真是他们的手段，根本没必要拖到那么危险的处境才用，差点就没能跑掉。金眼半神点了点头道：“我当时就有预感要出问题，可惜这次行动没联合教会，人手不是太够。”他顿了一下，转而问道：“弄清楚那个神秘人用的是什么办法了吗？”晚礼服女士拿起面前的荆棘冠冕，将上面的尖刺插入了自己的脖子，在鲜血流淌而出的同时，摇了摇头道：“也许拿走包含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体液的泥土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非常狡诈、善于欺骗的家伙。”第152章注定的相遇。有着金色眼眸的鲁恩军方半神赞同地点了下头。确实是这样，和英蒂斯情报机构的某些家伙风格很像。不过他拿走那团泥土刚几秒钟，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就消失了，应该来不及完成仪式。晚礼服女士低头看了眼插在脖子上的荆棘冠冕，反应略显迟缓的说道：“也许他或者他们已经做好仪式的其他步骤，
一传送回去，立刻就将那团泥土丢入祭坛，完成了最后一步。当然，不一定是仪式，也可能是某些能借助体液达到某种效果的封印物。在这方面存在太多的可能，虽然封印物的主体效果和负面影响大致都会依循22条途径的序列特征，研究人员能够勉强做出一定猜测。但是，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一样，封印物应结合的东西、形成时的环境、可能存在的高位者气息或原本拥有者的诅咒等条件不同，也分别有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特点，不实际测试，没谁能提前想到，一一列举出来。金眼半神拉开椅子，坐了下来道：这方面很难查，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不过，你刚才有说漏一个调查的方向，你还记得那股龙卷风吗？它卷起了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的棺柩，造成了里面仪式材料，也就是体液的泄漏，并让木乃伊滚了出来，获得了活尸化的条件。总之，这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完全能够确认，这就是那个神秘人或者他的帮手做的。晚礼服女士眼神里的涣散感淡化了一点，缓慢取下那荆棘冠冕道：你的意思是，风暴教会掌握着水手途径的高序列配方和大部分非凡特性，不属于他们却能制造龙卷风的非凡者或神奇物品不会太多，可以顺着这条线追查一下。金眼半神点了下头，而且我记得不久前东区发生过一起案子，极光会 X 先生被人在自己召集的聚会里直接杀死，当时现场有动用闪电风暴和龙卷风，这引起了风暴教会的高度重视，一直在寻找线索。同一个区域短期内连续出现了2次不属于官方组织的龙卷风，不会是巧合，我认为可以初步确定，这有着内在的关联。杀 X 先生和盗木乃伊的很可能是一伙人，我们有必要联合风暴教会一起调查晚礼服女士放下荆棘冠冕。想了想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单纯只是将木乃伊当成活尸材料的人，不可能冒着如此高的风险尝试盗取。我怀疑，对那伙人来说，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有着额外的重要的意义，仪式的关键。金眼半神斟酌着说道，从现场的情况看，拿着特殊物品吸引木乃伊追逐的那位应该是怨魂，或者有着对应的神奇物品。结合目的和动机，我有一个猜测。晚礼服女士心中一动，脱口而出道：玫瑰学派里叛逃的节制者。对金眼半神轻轻颔首道，虽然木乃伊的制作受到了死神信仰、太阳崇拜等各方面的影响，但玫瑰学派在高地、河谷等地方占据统治地位后，却没有禁止这种墓葬习俗，这足以说明木乃伊对他们应该是有着一定作用的。或许是某个序列的仪式需要。说到这里，他满是自嘲的低笑了一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炫耀和表演。那伙人未必真的想要木乃伊，只是因为刚好满足条件，有盗取的机会，于是做了一次盛大的表演。对某些途径的某些序列来说，这是消化魔药的关键。作为一位半神半人的存在，他见识过的事情委实不少，想到的可能自然也就较多。晚礼服女士斟酌了一下，沉声说道：我怀疑不是单一的可能，而是多种因素的混杂。我们以此为基点去调查。贝克兰德、乔伍德区靠近塔索克河的地方，沉默者麦哈姆斯坐在铺着餐布的方桌前，看着上面摆放的一根根金色钉子，低沉开口道：扎特温，你认为是谁盗走了那具卡德夫木乃伊？他身后不远的地方，钢琴琴凳上一道身影迅速勾勒了出来。这身影穿着黑色神职人员长袍，左掌戴着一只黑色的手套，脸庞瘦削，皮肤偏棕，眼睛凹陷的仿佛干尸，胡子根须黑而外延白，从两侧嘴边一直蔓延到了耳侧。不过它们并不浓密，也相当的短，显得星星点点。扎特温的眼眸与肤色接近，属于浅棕，明明有着牧师的气质，却又给人阴冷可怕，似乎会在沉默里变态的感觉。他想了想道，渴望着卡德夫木乃伊，并愿意在半神战斗时冒险的，一只手都能够数清楚。这里面藏在贝克兰德的只有沙伦，他应该有得到雷尼特提尼克尔的帮助，否则不可能成功。麦哈姆斯拿起了一根布满细密花纹的金色钉子，沉默了几秒道：那个擅长传送的是谁？不像是格尔曼斯帕罗，沙伦另外请的帮手。也许扎特温咳了2声，脸色白中泛青的说道：我认为还是得想办法向母树做一次祈祷，这应该能获得一定的启示。麦哈姆斯轻轻颔首，将掌中的金色钉子扎到了嘴上，贯穿了上下唇。扎特温见状，捂住嘴巴，
缓慢起身，有些艰难地下到了1楼，准备离开这里，返回自己的藏身点。1楼位置，他看见了幽暗的环境和闪耀的烛光，食物的香味则从各个地方飘了过来，弥漫于空气里。附近街道的房屋都是连排，临街的底层属于店铺。玫瑰学派的这个联络点表面是一处餐厅，主打南大陆特色。因为之前行动时受伤不轻，扎特温不太想始终保持恶灵状态，这对目前的他来说是较大的负担，所以换上黑色神职人员长袍的他只得一步一步地走向门口。就在这时，餐厅大门处进来了一位顾客。这顾客黑正装、黑裤子、黑皮鞋，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和瘦削的脸庞。他额头较宽，戴着单片眼镜和很高的礼帽，目光随意扫视间落到了扎特温身上。看了眼扎特温左掌戴着的黑色手套，这顾客嘴角幅度很小的勾勒了起来，笑着摇了摇头，似乎有点失望。然后他进入餐厅，与充满恶意对视回来的扎特温擦身而过。扎特温没太在意，走向外面，来到了街上。煤气路灯光芒照耀中，夜晚的凉风吹了过来。这位玫瑰学派半神忽然打了个寒战。扎特温知道这是灵感有所触动的表现，心中一紧，忙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愕然发现左掌戴着的那只黑色手套不见了，不见了。作为半神半人的存在，扎特温竟不知自己戴在手上的封印物什么时候不见了。他猛地转过身体，望向餐厅里面，脑海里豁然浮现出了刚才那位男子的形象。很快，他锁定了目标的气息，发现对方依旧在餐厅内，甚至招呼服务生要了份菜单。扎特温本想直接镜面闪现，附身过去，可不知为什么，双手不由自主就颤抖了起来，隐约间只觉周围藏着一个又一个危险的、恐怖的、难以发现的敌人。念头闪电般划过，扎特温下意识往侧方迈步，走向了街道尽头，似乎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乔伍德区一栋房屋内，福尔斯正在翻看最新一期的《女士审美》，忽然听见了钥匙扭动、大门打开的声音。今天这么迟，他抬头望了眼门口的修揉了揉自己的金色短发道：快回来的时候看见了军情9处的见面标志，很急，这次是什么事情？福尔斯饶有兴致地放下了手中的杂志。上次 X 先生被杀案的延续。修一边弯腰换上居家拖鞋，一边随口说道。福尔斯表情一致，眼眸微转道：有线索了吗？不能叫线索，当时现场有出现半神层次的龙卷风，这在风暴教会之外并不常见。而今晚早些时候，普利兹港的一个码头也遭遇了小范围的龙卷风袭击，一个法老木乃伊因此在混乱中被盗走。修简单解释了几句，军情9处怀疑2件事情是同一伙人做的，所以督促我们这些线人更努力的搜集情报，查找线索。我的莱曼诺旅行笔记上还有一个龙卷风呢。格尔曼斯帕罗先生，他窃取法老木乃伊做什么？福尔斯强行笑道：也许是风暴教会做的呢。修白了他一眼，快步走入厨房，寻觅起食物。清晨时分，伯克伦德街160号，克莱恩刚洗漱完毕，还未来得及开门让贴身男仆理查德森进来，灵感就有所触动，看见信使小姐无头的身躯提着4个脑袋从虚空里走了出来，其中一个咬着厚度不小的信封，一个张开嘴巴哗啦吐出了大堆金币，总算要还清债务了。克莱恩瞄了眼雷尼特提尼克尔那4个脑袋下没有连接身躯的半截脖子，松了口气道：我记得还差你3413枚金币，现在你可以取走这最后一部分欠款了。与此同时，他莫名觉得那堆金币有点眼熟，不过也没有太在意，因为他看所有的金币都眼熟。第153章2封信。听到克莱恩的话语，雷尼特提尼克尔提着的4个金发红颜脑袋之一当即开口道：好的。他嘴巴一张，顿时又将绝大部分金币吸了回去，不知装到了哪里。看了看剩下的几十枚亮闪闪金币，克莱恩伸手接过那厚度不小的信封，快速拆开，浏览了一下开头，发现果然是灵界掠夺者的详细资料。等到信使小姐返回灵界，他收起金币，拉开窗帘，坐了下来，在清晨的阳光中认真的读起那字迹娟秀的内容。再次感谢你的帮助。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是我晋升仪式的组成部分，对我有着重要的意义。灵界掠夺者生活于灵界深处，数量稀少，富有智慧，极具攻击性，能将捕获或杀死的生物转化为自己的分魂，他们的分魂能变化成他们真实魂体的样子，
拥有相似的表现和特殊，也能伪装成其他灵界生物。当遭遇他们时，也许周围的所有灵界生物都是他们分魂变成的，绝对不能大意。这种生物能有效的影响猎物的思考能力，让他们出现麻痹状态。本身真实魂体的灵性很强，在相关的对抗上往往能获得不小的优势。他们很难被找到，目前确切有他们活动痕迹的只一个地方，灵界的卡尔德隆城。这是一座传说中的城市，来历神秘，不被知晓。在这方面，对它共有3种猜测：一是过去那位死神的居所，冥界的入口；二是第二纪元某位古神陨落后的神国，他被灵界吸引，沉了进去，逐渐演变为一座既真实又虚幻的城市；三是大灾变时被灵界吞噬的现实城市。无论哪种猜测，都指出了一点：这座城市很危险，有许多特殊又奇异的地方。我没有卡尔德隆城的神秘学坐标，甚至很多高位灵界生物也没有。我能提供2个思路：一是利用特定的秘器仪式，向红光埃尔莫瑞亚祈求，获得相应的答案。这里就不较长篇幅的讲述什么是红光，如果你不了解，可以再写信询问我。二是找到亚伯拉罕家族的人，他们传承着旅行家途径，对灵界有非常深入的探索。沙伦小姐哪怕写信，也给人一种非常克制的感觉。果然，法老木乃伊是为木偶仪式准备的，当初地下遗迹那个恶灵也说过，可以成为这个仪式的组成部分。所以仪式的具体需求是高序列强者死后遗留的保持着灵性的尸体，或者他们怨念灵魂柔和演化出的恶灵。呵呵，我能不能向橘光祈求，让他帮忙询问红光？对别人来说，寻找卡尔德隆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我而言却是再简单不过，直接委托给魔术师小姐就可以了。她现在可是亚伯拉罕家族的大功臣，真希望对卡尔德隆城的第一种猜测是正确的。那样一来，等我联络上阿兹克先生，就能看见这座神秘城市的危险居民们排成2列，夹道欢迎我。克莱恩摇了摇头，将美好的畅想抛到了脑后。他重新审视起灵界掠夺者，确认他们有着密友大师和鬼法师的部分特征，是相当危险的高位灵界生物。让分魂具备真实魂体的样子、表现和特殊，与鬼法师将本身能力赋予密友是一致。到了查拉图纳的层次，或者序列3古代学者，还能短暂将一定的非凡能力赋予非密友的其他生物。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折起信纸，随手一抖，看着他们被赤红的火焰吞没，化作焦黑的碎屑落至垃圾桶内。收敛住思绪，穿着睡衣的他走向卧室门口，让贴身男仆理查德森进来，为自己更换衣物。圣塞摩尔教堂地底，伦纳德米切尔和往常一样，后压住椅背，将双脚搁到了桌上。他表面没有任何异常，内心却在想着阿蒙的事情。自得知这位已抵达贝克兰德，他体内寄生的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就变得异常沉默，不再像往常那样活跃，会主动的说话，主动的给出意见。如果不是询问时能获得回答，伦纳德甚至有点怀疑老头是不是自己偷偷跑了，另找他人寄生了。思绪纷涌间，他们这支红手套的队长，职业者执事索斯特走了进来。审问出什么了吗？有什么结果？房间内各自做着自己事情的红手套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门口。昨天深夜，他们刚完成了一个任务，将追查了好一阵的3位灵教团成员捕获，现在正等待着审问的结果。索斯特表情严肃地环视了一圈道：我们立了很大的功劳，但这不是一件好事。根据那3位灵教团成员的供词，以及教会过去搜集的那些资料，我们可以初步判定，灵教团在复活死神还是人造死神上出现了分裂，而后者已取得了一些进展，有了不小的收获。他们对鲁恩，对我们充满敌意，将人造死神的部分实验放在了贝克兰德。对，他们的想法和你们现在的担忧是一样的，即使实验失败，也能有重创这万都之都的机会。伦纳德一下从走神的状态恢复了过来，和鲍勃、辛迪等人对视了一眼，看见了彼此眸中的愕然和愤怒。这时索斯特敲了下旁边的桌子，制止了队员们的讨论。他清了清喉咙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根据证词里的线索，去南大陆寻找灵教团人造死神派的几个关键人员，调查清楚贝克兰德还剩几个钉子，然后将他们一一拔起。这个任务我们会获得戴莉女士的协助，而教会将用预知的方式给她魔药，帮她准备仪式，让她能在出发前成为看门人。另外，
负责南大陆的高级执事、与神之眼伊利亚阁下和当地的职业者，也会提供帮助，给予我们相应的封印物，并做提前的调查。女士们、先生们，回去休息一天，准备一下，明晚出发。是，队长。鲍勃和辛迪等人起身回应道。伦纳德有跟着站起，却没有说话，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可以趁这个机会离开贝克兰德，摆脱阿蒙的威胁。回到平斯特街7号，关上房门，拉好窗帘后，他压低嗓音道：老头，问题解决了。我想红手套的正常调动应该不会引起阿蒙的怀疑吧。他脑海内那略显苍老的嗓音缓慢说道。不会。伦纳德听得出来，老头的语气明显轻松了不少。心中一动，考虑了下道：我要不要写信给克莱恩·莫雷蒂，告诉他我们将离开贝克兰德很长一段时间？毕竟是他提醒我们，阿蒙已至。帕列斯·索罗亚斯德语气不变的回应道：想写就写。伦纳德呼了口气，抽出一张信纸，拿起了吸水钢笔。他斟酌了一阵，沉腕写道：我有任务，即将离开贝克兰德。看了看这短短的一行文字，伦纳德放下钢笔，折好了信纸。很快，他预备好了召唤信使的仪式，点燃蜡烛，后退一步，用古赫密斯语低沉念道：我以我的名义召唤，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可供驱使的友善生物，独属于格尔曼斯帕罗的信使房间之内。风声突然响起，一下变得激烈，蜡烛的火光随之膨胀，染上苍白。一个金发红眼、长相明艳的脑袋从里面钻了出来。伦纳德挑了下眉头，正要开口说话，却看见这脑袋后面跟着的不是完整脖子，而是一只拽着头发的手。身穿阴沉繁复长裙的雷尼特·提尼克尔迅速走了出来，手里提着的4个脑袋同时转动，望向伦纳德·米切尔，依次开口道：是，你要寄信？这个灵界生物看起来很厉害啊。这是克莱恩加入那个隐秘组织获得的福利。伦纳德一边想着，一边点头说道：是的。雷尼特·提尼克尔双手提着的4个脑袋又一次说道：你需要给1枚金币，1枚金币。神秘世界的信使也要收钱的。伦纳德颇感愕然，却又不知该有什么反应，只能将手探入口袋，摸出了1枚金币。雷尼特·提尼克尔这才让2个金发红眼的脑袋扬起，分别咬住了信纸和金币。接着他踏入虚空，消失不见。等到烛火恢复了正常，伦纳德失笑低语道：奇怪的信使。他话音刚落，脑海内就回荡起了帕列斯·索罗亚斯德略显苍老的声音：你最好不要背后说他的坏话。他，老头称呼一个信使是他，一个信使是他。伦纳德的眼睛陡然睁大。帕列斯轻咳了一声道：他的状态很奇怪，不比我好多少。总之，那个信仰愚者的组织比我想象的更加……你和克莱恩·莫雷蒂接触或者合作的时候，得更加小心。说完之后，这位寄生者也陷入沉默，许久没再开口。伦纳德竟然想接任务离开贝克兰德，摆脱阿蒙的威胁，这就是他老爷爷想出的办法。这也太怂了吧。收到信的克莱恩一眼扫完内容，无声自语了几句。他开始认真的考虑自己该怎么以军火交易为借口，尽快脱离贝克兰德一段时间。第154章走前准备。考虑了一阵，本就有相应预案的克莱恩顺利理清了思路，确定了接下来要做的几件事情。啪！他右手抖甩信纸，在腾起的赤红火光中，抬头望向了对面的雷尼特·提尼克尔，准备从衣兜里掏出1枚鲁恩金币以支付邮费。可是信使小姐早已离开，他的对面空无一人。不收钱了。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有了各种联想，怀疑是不是习惯性向非契约者拿金币的雷尼特·提尼克尔主动索取了邮费。说不定信使小姐什么也没说，就那样4个脑袋8只眼睛同时看着伦纳德，等待他支付金币。结果这家伙完全领悟不了，想强行结束召唤，惨被捏断了脖子。克莱恩嘶了一声，顺势用刚掏出来的那枚金币做了次占卜，得到伦纳德·米切尔活得还不错的结果。他松了口气，收起金币，对着门外喊了一声。理查德森半开放房间的大门没发出什么动静的向后敞开，他的贴身男仆理查德森快步走了进来，躬身问道：先生，我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请管家先生过来一趟。克莱恩一边吩咐，一边于心中感慨。
自己真是被奢靡的生活给腐蚀了，就算在家里找人，也不会挪动半步，要通过贴身男仆去做。这是扮演的需要，他无声对自己说道。过了几分钟，戴着白手套的瓦尔特上至3楼，自然垂下双臂，姿态标准的站立于道恩唐泰斯侧前方，等待雇主开口。克莱恩早已斟酌好语言，不快不慢的说道：去马赫特议员家，告诉他我已经预备好前期的款项，还有准备马车，我上午要去慈善助学基金，中午返回。如果马赫特议员没让我留出下午的时间，那你再到艾伦克瑞斯医生家一趟，说我下午会做一次拜访。克莱恩之前已从灰物之上提取了1万磅现金，装入了小皮箱内，就等着合适的时候去完成那笔军火交易的前期工作。而为了散去钞票上的灰物味道，他有特意传送去海上，顺便给蠕动的饥饿觅食。他这是害怕知晓灰物存在的阿蒙能于同一个城市内嗅出那特定的味道，或借此感应到渴求的宝藏在哪个位置。好的，先生管家瓦尔特没去问雇主从哪里筹集的前期款项。在他印象里，道恩唐泰斯这段时间几乎没怎么去过银行。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太让人在意的问题，许多从外地，尤其从迪西海湾和尖海郡来贝克兰德的富翁，总是会提前预备大量的现金装在箱子里。佩斯菲尔街22号，鲁恩慈善助学基金总部。克莱恩通过大门进入里面，上至2楼，找到了提供给理事们的会客室。作为只是偶尔参与某些事务的名誉理事，他在这里是没有办公室的，但能使用会客室。他右手握成拳头，抵住嘴巴，故意轻咳了2声，然后步入会客室，找了张沙发坐下。稍作等待，他重新站起，对侍立于旁边的贴身男仆理查德森道：我去下盥洗室系上衣物的扣子。克莱恩迈步走出会客室，恰好看见正义奥黛丽从自身的办公室出来。这位贵族小姐今天穿的裙子较为朴素，白色为底，点缀深绿，袖口、领子以荷叶边为主，指胸前有层层蕾丝交错成的领结式花朵。她甚至没戴珠宝首饰，系着条看不出好坏的腰带，指左臂位置，衣物在风吹来贴向皮肤时有轻微的鼓起呈现。上午好，奥黛丽小姐。克莱恩做出了一副偶遇对方的惊喜表情。奥黛丽望了眼鬓角斑白、外形不错的道恩唐泰斯，浅笑回应道：上午好，唐泰斯先生。他本想略显轻快地说一句好久不见，以打趣对方自成立仪式后几天都没来慈善助学基金看一看的事情，可考虑到2人表面的关系只能算认识，又强行忍住了相应的话语。克莱恩顺势揉了揉额角，苦笑摇头道：很抱歉，直到今天才过来。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会更忙，可能得去一趟南大陆处理某些事情。他之所以专程过来，将自己要离开贝克兰德一段时间的事情告知正义小姐，就是为了展现诚意，希望这位贵族少女能帮忙看住基金会，让它运转正常。对克莱恩来说，他发自内心的希望这个慈善助学基金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平民。去南大陆？奥黛丽解读得出道恩唐泰斯的真诚，略感错愕的反问道。克莱恩笑笑道：为了比生意。这个瞬间，奥黛丽脑海内浮现的第一个想法竟然是，又有哪位序列物要失去他的生命了？察觉到正义小姐似乎做了不好的联想，克莱恩又补了一句：和军方有合作，贩卖一些必需品，这有什么意义？道恩唐泰斯这个身份就是用来打探军方情报的。奥黛丽有所恍然，抬起右手，顺时针点了4下，笑容明澈的说道：愿女神庇佑你一切顺利。习惯性说完这句话，他才品出不协调的地方，自己竟然在向一位愚者先生的眷者说愿女神庇佑他，这大概更接近诅咒吧。格尔曼斯帕罗先生会不会生气？不，他其实是个内心温柔的人，而我刚才并没有包含恶意。这次去了南大陆再回来，扮演道恩唐泰斯的应该就是另外的眷者了吧？会不会是半神？奥黛丽的思绪不自觉就发散了开来。克莱恩无奈一笑，同样熟练的于胸口画出绯红之月。愿女神庇佑我们，而不是降下神罚。他在心里默默补充道。接着他就像真的只是路上偶遇般闲聊道：你这段时间有去学校宣传吗？有的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奥黛丽的脸庞似乎有在发光，为自己终于做了些实事而骄傲而高兴。他略显用力但幅度很小地点头后，碧绿眼眸中逐渐露出怜悯的神色。去了几家公立的初等学校，里面不少孩子真的很可怜，
他们为了省钱，都是自己带黑面包做午餐，配一杯清水。讲到这里，他抬头望了眼道恩唐泰斯，略显不好意思的说道：我知道，他们暂时不会带我去夜间学校和周日学校，不会让我看见更坏的情况。但我可以想象，就像进了工厂只能活几年的那些工人。这是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曾经对他讲过的事情，让他第一次知道了贝克兰德底层的真实情况。但没亲眼见过的事情，依旧只能依靠想象。克莱恩无声叹了口气道：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差。不用着急，等你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值得他们相信的能力，你就能真正的成为他们的一员。问奥黛丽点了下头，似乎已在想着要怎么表现得更好。克莱恩没再多聊，毕竟两人这只是第3次碰面，之前也就说过几句话，现在一下聊得太多，很容易被人怀疑。他指了指盥洗室方向，说了一声抱歉，迈开步伐走了过去。奥黛丽看着道恩唐泰斯的背影，沉默了几秒，悠然低语道：更差会是什么样子？得到马赫特议员邀请自己傍晚去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的回复后，克莱恩按照预定的计划，于是下午4点登门拜访了艾伦克瑞斯医生。唐泰斯先生，你的管家并未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因妻子距离生产也就1个月的样子。艾伦医生最近推掉了不少工作，总是待在家里。对于算不上太熟悉的道恩唐泰斯突然来访这件事情，他是相当疑惑的。加上本身也不是太善于交际的性格，所以在寒暄之后直接提出了问题。克莱恩笑了笑道：是这样的，我接下来可能得去一趟南大陆，你知道的，那里天气湿热，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和疾病，我想提前准备些药物，预防意外情况的发生，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实在有些羞愧，我认识的优秀医生只有你一个。艾伦医生接受了他的解释，开始认真的思索并给出药物的名称。到了最后，记了满满一遍签纸的克莱恩找了个肚子痛的理由，进了1楼的盥洗室。那里的洗漱镜豁然变身，似乎已被浓厚的阴影彻底笼罩。而阴影之中，一辆黑色的婴儿车缓慢驶进，内中躺着一个裹银色丝绸的模糊小孩。这次又是什么事情？威尔昂塞汀用清亮的嗓音质问道。克莱恩干咳了2声，堆出笑容道：您应该已经听到了，我要去南大陆了，我不想错过您的降生，所以想问一下您打算用哪天做生日？威尔昂塞汀吸了吸拇指道：我不知道，连天使都无法控制自己什么时候出生吗？克莱恩略感愕然地问道。威尔昂塞汀很是犹豫地回答道：你不懂，我已经看好了3个生日，他们在命运上都有着独特的意义，但我还没有确定，还看得比较模糊，也许真到了那个时候才会一下明白该怎么做。这是选择困难症啊，也有浓厚的神棍气质。克莱恩交握双手，微不可见地搓了一下道：那我该怎么及时获知，及时赶回来和您完成交易？那只千纸鹤已经不能用了。第155章熟悉的身影。听到克莱恩的问题，裹着银色丝绸的婴儿抬起肉嘟嘟的手臂，往两边摊了一下道：我也没有办法，我还在妈妈肚子里啊。那只千纸鹤虽然不能写了，但还可以帮助我定位你，有什么事情我会通知你的。对于威尔昂塞汀这样的回答，克莱恩早有一定的预料，姿势不变笑容不变的开口解释道：那只千纸鹤已经出现了一点破损，我觉得定位可能会出问题。紧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或许可以这样，您出生以后就召唤我的信使，写信告诉我他这是担心威尔昂塞汀降生时会有异常情况出现，导致这条命运之蛇不得不以婴儿之躯换个地方，到时候就真的联络不上了。黑色婴儿车里，威尔昂塞汀张了张嘴巴，又重新闭上，一时竟没有给出回应。过了好几秒，这婴儿才嘴巴微扁的说道：你觉得这现实吗？不仅让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提笔给你写信，还要布置仪式召唤信使。克莱恩干笑一声道：可您是命运之蛇啊，那也得尊重自然规律。威尔昂塞汀甩了下胳膊，拍了拍旁边的垫子。这婴儿旋即思索了下道：这样吧，你找人盯着这里，一旦发现有婴儿降生的情况，就立刻回报你。克莱恩眼眸左右转动了一下道：也行，在这方面他能找的人就太多了，可以通过沙伦雇佣黑帮成员，借助信使传达，可以给平时很空闲的埃姆林怀特找点事情做，可以委托赏金猎人修小姐帮忙。相应的结果由魔术师小姐负责告知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也可以让魔镜阿罗德斯注意着附近，在单线联系里汇报情况。不过埃姆林这家伙的鼻子很灵，
不知会不会在房屋外面就嗅出脐带血的味道，甚至分辨出相应的本质。如果真是这样，说不定会给他带来类似看见神话生物的冲击，理智降低，精神失常，身体一变。克莱恩趁威尔昂塞汀的婴儿车还没有退回阴影里的机会，忙又问道：我有位，老师，好久没有联系上了，您能帮我看一看他现在的命运吗？他叫阿兹克艾格斯，因为阿兹克先生始终没有回信，克莱恩难免有点担心。他之前有在灰雾之上借助铜哨做相应的占卜，却只能看见一片安静深沉的黑暗，听到一声又一声悠远绵长的呼吸，无法解读出这样的梦境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威尔昂塞汀吮了下大拇指道：处在变化状态里，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具体只能看到这种程度。因为你那位老师身上有些特别的东西，直接源于死神的神性。变化状态，这是指阿兹克先生找回了更多记忆，再一次通过沉睡来恢复相应的实力。克莱恩若有所思地行了一礼道：感谢您的解答。威尔昂塞汀当即侧过脑袋，望向了旁边。克莱恩想了想，提醒了一句：据我所知，毒神者阿蒙来到贝克兰德了。当然，大概率是分身。威尔昂塞汀怔了一下，呵呵笑道：对你来说这是坏事，于我而言却相当的好。阿蒙和乌洛留斯那条蠢蛇是绝对的死敌，不，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憎恨着真实造物主，时刻想着将对方拉下神座。乌洛留斯则忠诚于那位邪神。说完这件事情，黑色的婴儿车退回了镜中的阴影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阿蒙憎恨着真实造物主，我越来越怀疑真实造物主是分食远古太阳神的参与者了，是风暴天使、纯白天使和炽天使中央的那个漆黑婴儿。克莱恩呼了口气，上前2步，拧开水龙头，洗了个手。傍晚时分，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内，克莱恩没立刻见到驴脸的加尔文上校，将装有1万金镑钞票的皮箱放置沉重的保险柜后，跟着马赫特议员享用起这家顶级俱乐部提供的自助美食。这里主打南大陆特色，有木薯粉制作的奶酪面包，有浇着紫花树莓果汁的冰淇淋，有以椰奶和棕榈油调味的什锦海鲜浓汤，有用胡椒、番茄、洋葱一起炖煮的牛内脏，有哈加提铁杆烤肉，有帕斯河谷杂味浓汤，以及炸肉排、烤鱿鱼。和其他地方相比，这里使用的食材非常高档，味道也是纯正的南大陆风格，吃的克莱恩相当满足。如果不是为了顾及形象，他觉得一口哈加提铁杆烤肉，一口紫花树莓冰淇淋，肯定爽得不得了。果然，我更喜欢较重口味的食物。今天最让我满意的是那杯餐前酒，如果不是马赫特议员随口提了一句，我甚至会以为它是清淡口味的果汁。但金色的液体里浸泡着2片柠檬，放了几块碎冰，甜甜的，带点微酸，毫无酒味，清凉爽口，一下就带走了身体的燥热。克莱恩将餐布放入盘子里，回味起刚才的享受。这个时候，去了一趟盥洗室的马赫特议员回来，笑着弯腰凑至道恩唐泰斯的耳畔道：之前那个房间好的。克莱恩顺势起身，先去有保险柜的房间，取出了装有1万金镑钞票的小皮箱，然后才前往上2次与加尔文上校见面的那个起居室。长着张驴脸的加尔文已等在那里，瞄了眼道恩唐泰斯手中的小皮箱，含笑起身道：你真是一位有行动力的绅士，我非常欣赏这种做事的态度。他一边说着，一边伸出右手，和鬓角斑白的道恩唐泰斯握了一下。克莱恩随即将手中的小皮箱递给对方，谦虚笑道：作为一名商人，如果在看见很好的赚钱机会时都不果断、不迅捷，那只能说明他并不适合这个职业。加尔文重新坐了下来，当着道恩唐泰斯和马赫特议员的面，打开小皮箱，粗略地点竖起排列整齐的一扎扎钞票。他很快就做完确认，合拢箱子，抬起脑袋，望着已坐到斜对面的道恩唐泰斯道：你对具体的交易细节还有什么想法？克莱恩刻意表现出组织语言的样子，等了几秒才道：我想最近就去南大陆，去西拜朗见加尔文上校和马赫特议员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诧异。他又补充道：有的事情在带着许多军火的情况下并不适合去做，而为了让交易顺利进行，提前的准备必不可少。呵呵，我必须重视这件事情，这可是价值几万镑的生意。我的想法是这样，我先去西拜朗联络有需要的顾客，解决明显的阻碍，等到了约定的时间，再通过电报与你联系，
到东拜朗边境提取货物。加尔文上校沉吟了下道：6月20日之后，你就可以给我拍电报了。我等下给你具体的信息。总之，我收到电报后，会立刻通知那边的军官，让他们带给出约定暗号和密码的人去仓库。你这段时间需要能提供保护的辅助人员吗？准备什么时候出发？我只想去西拜朗找个没玫瑰学派的地方蹲着，其他事情等达尼兹去做。什么时候出发？我当然希望今天出发，今天抵达，但这会被怀疑的。克莱恩考虑了2秒道：暂时不需要，在南大陆某些地方，这样的辅助人员会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因素。放心，我在西拜朗有不少朋友，没带值钱货物的情况下，安全还是可以保证的。至于什么时候去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越快越好。加尔文上校思考了近1分钟，缓慢点头道：明天晚餐后，我派人去接你。军方有1艘飞空艇要运送物资和人员去迪西海湾，而从那里坐船去南大陆就很近了。顺利的话，2-3天就可以，即使遇到风暴阻隔，部分航道必须迂回，1周之内也能抵达。谢谢。克莱恩诚恳的起身行礼。在他看来，跟着军方离开贝克兰德是足够安全，不会被谁怀疑的选项。又聊了点细节性问题，克莱恩起身告辞，和马赫特议员一起返回大厅，准备离开。大厅内，自助餐桌旁边，近10位或穿军服或着便装的男子正各自拿着1杯酒，聚在那里笑谈最近的流言。克莱恩一眼扫过，忽然觉得其中一道身影有点熟悉。那人身高超过1.85米，但不到1.9米，手臂略长，双腿存在一定程度的外偏，肩膀异常宽厚，撑的黑色正装显得比较紧。这是克莱恩思绪电转间，精神忽然变得紧绷，已是记起了熟悉感的来源。这是那晚和风船长康纳斯见面的半神，疑似为王室某个派系效力，主导着人口贩卖的那位半神。虽然这位高序列强者当时披着黑色斗篷，干扰了占卜，没有暴露容貌，但克莱恩记住了他的身材特点，这是无面人的特长。